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绝对是让人超级惊艳的跨国婚姻传奇。说实话，像这种故事放在我这么多年的相亲经历里，那绝对是能排进前3名的。事情要从一个北京的知名主任医师家里说起。这位医师叫王教授，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当主任，不仅医术了得，家庭条件也是相当不错。他有一个独女叫小梅，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。小梅可是妥妥的学双尖子，不仅长得漂漂亮亮，学习成绩更是1等1的好。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小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，顺利地进入了一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。她的职位可不是一般的小职员，而是高级管理层，年薪已经突破了100万大关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绝对是梦寐以求的职业生涯。可偏偏就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时刻，小梅做了一个让她父母目瞪口呆的决定。她要嫁给一个台湾的普通上班族，而且还打算放弃自己的高薪工作，跟着这个男生回台湾，过起了最普通的家庭主妇生活。当时王教授那个气啊，差点没把天都给捅个窟窿。王教授坚决反对这门亲事，原因可不单单是因为女婿是个普通人那么简单，无非是这几个致命问题。第一，台湾那边家境不显赫；第二，男方事业发展看起来也很一般；第三，小梅好不容易在北京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凭什么就这么轻易放弃？我不同意！王教授当时拍着桌子吼道：“你好好的北京事业不要了，跑去台湾当黄脸婆。”小梅是个倔强的姑娘，她说：“爸，我又不是靠男人过日子，我只是想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。”这句话直接把王教授给噎住了。当时的王教授那叫一个气急败坏，他绞尽脑汁想阻止女儿的决定。你知不知道台湾那边什么情况？王教授语气里满是焦虑。男方家里条件那么一般，你图什么呢？小梅的男朋友小李是个地道的台湾小伙，他在台北一家中小型公司做业务，收入不算高，但也不算低。人长得老实憨厚，性格特别踏实。最关键的是，小李对小梅那叫一个真心，那种发自内心的疼爱，是王教授怎么都无法忽视的。我不在乎钱，小梅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，我要的是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这句话直接把王教授给问住了。多少年来，他一直以为女儿需要的是事业和物质条件，可如今女儿却告诉他，她想要的只是最朴实无华的爱情。小梅和小李的相识其实很有意思，两个人是在一次偶然的国际会议上认识的。当时小梅正代表公司参会，小李作为台湾分公司的业务代表也在现场。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晚宴，却让他们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丽姐，你都不知道，小梅后来跟我分享，第一次见到小李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特别不一样，不像北京的那些男生总是算计着如何往上爬，他特别专注，特别真诚。王教授怎么都想不通，自己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儿，为什么会看上这样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生？在他看来，小李配不上小梅。可偏偏小梅已经下定决心，她说：“爸，我要是不嫁，这辈子都不结婚了。”亲情和爱情的较量就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上演了。王教授是出了名的强势，可面对自己倔强的女儿，他也开始感到无能为力。小梅说，要是父母不同意，他就断绝关系。这句话彻底将王教授逼到了墙角。婚姻的事情最后还是以小梅和小李的胜利而告终。王教授虽然极力反对，但女儿的决心让他无可奈何。最终他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，但内心依然充满了各种不解和担忧。结婚当天，王教授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，平常严谨的他连婚礼致辞都显得生硬无比。小梅啊，他语气里满是无奈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彼时的小梅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眼神里满是坚定和幸福。她轻轻握住小李的手，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婚后的小梅过得相当幸福。小李虽然不是什么成功人士，但对小梅那叫一个呵护备至。他们租了台北市郊一个小小的公寓，过着最普通不过的生活。
小梅放弃了高薪工作，开始学习做家务，照顾家庭。王教授原本以为女儿会后悔，可事实证明他想错了。第一次到台湾探亲，他惊呆了，眼前的场景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台湾的生活节奏和氛围和北京截然不同，这里没有北京的快节奏和压力，人们更加悠闲自在。小梅和小李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日子过得特别温馨。早餐一起在街边小店吃豆浆油条，晚上一起在家做饭看电视，周末骑车去逛夜市。爸，小梅有一天对王教授说：“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幸福了。”这句话让王教授的眼眶瞬间湿润了，多年的偏见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他终于明白，女儿要的不是豪宅名车，而是一个能真心疼爱她的人和一个温暖的家。王教授第一次到台湾探亲，那可真是大开眼界。他原本以为台湾是个落后简陋的地方，没想到竟然如此现代化和舒适。小区环境整洁，街道干净的能照镜子，处处都体现着台湾人的生活品质。女儿啊，王教授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过去的偏见是多么可笑，我真是太小看台湾了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医疗系统竟然比北京还要先进。小梅带他参观了小李工作的医院，设备那叫一个先进，连王教授这个医学界的老将都赞不绝口。小李虽然只是普通上班族，但对小梅的爱却是实打实的。王教授亲眼看到小李每天下班后首先买菜回家，然后主动做饭洗碗。两个人的相处模式让王教授感到非常温馨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王教授后来跟我聊天时说，我一直以为女儿需要的是事业和物质条件，殊不知幸福来自于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和日常的小确幸。这期间最有意思的是，王教授对台湾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他开始学习台湾话，和当地邻居打成一片。原本严肃的他，在台湾变得越来越随和。街边小吃、夜市文化，让这位北京的知名医师仿佛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小梅放弃高薪，选择成为家庭主妇，并不意味着她就没有追求。她开始学习插花、烹饪，还报名了社区的志愿者课程。王教授惊讶地发现，女儿在台湾找到了另一种成长和快乐。最让王教授感动的是，小李虽然事业不算特别成功，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却极强。他们虽然没有豪宅，但小两口省吃俭用，在郊区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，每一分钱都用得极其精细，却又不失生活的情调。丽姐，王教授后来跟我说，我终于明白，幸福不是用钱堆出来的。这句话让我也深受触动。多少年的相亲经历告诉我，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在最朴实无华的日子里。王教授在台湾的这段日子彻底颠覆了他对两岸生活的固有印象。最令他感动的是，小梅虽然放弃了高薪工作，但幸福指数却比在北京时高出许多。女儿啊，王教授有一天突然对小梅说，当初是我有眼无珠。这句话让小梅瞬间红了眼眶，多年的误解和隔阂在这一刻似乎在悄然融化。小李虽然不是什么成功人士，但他对家庭的付出和责任感深深打动了王教授。每天下班后，小李总会先买些新鲜蔬菜回家，陪小梅一起做晚饭。周末时，两人总会骑车去附近的小公园散步，或是去夜市逛逛。这种生活看似普通，却透着浓浓的幸福味道。王教授渐渐明白，女儿要的不是豪宅名车，而是一个能真心疼爱她的人。小李虽然收入不高，但对小梅的呵护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无论刮风下雨，小李总会第一时间关心小梅。台湾的生活节奏和氛围和北京截然不同，这里没有北京的尔虞我诈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单纯。小梅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不再只是工作机器，而是真正回归生活本身。王教授开始反思自己多年的教育理念。过去他一直认为成功就是事业有成、收入高、地位高。可如今他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，两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日子过得温暖踏实就好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王教授多次对我感叹，当初竟然用如此狭隘的眼光看待女儿的选择。这番话里满是懊悔和感动。小梅在台湾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她开始学习插花、烹饪，还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活动。
虽然不再是职场精英，但他的生活充实而快乐。小李总是鼓励他不断尝试新事物。时间慢慢流逝，王教授对女儿和女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斥责女儿不懂事的严厉父亲，而变成了一个理解和支持女儿选择的慈父。小梅和小李的生活虽然平凡，但却充满了温馨和幸福。他们每个月都会存一点钱，规划着未来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小梅怀孕的消息传来，王教授激动得不得了。原本对这段婚姻充满怀疑的他，如今已经完全接纳了女婿小李。他甚至开始学习台湾话，准备以最真诚的方式融入女儿的新家庭。丽姐，王教授跟我分享，我终于懂得，爱情不是用道理去衡量的。这番话让我也深受触动。多年的相亲经历告诉我，真正的幸福往往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小梅和小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婚姻故事，更是一个跨越偏见、突破局限的生活智慧。王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包容和理解。就这样，一个看似平凡的跨国婚姻，上演了一出令人动容的人生故事。王教授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光鲜亮丽，而在于两颗相爱的心。